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今天我们也研究一下玛雅文明留下来的一则最古老的预言，那就是众神必将归来。这一集的含密量超级高，因为团长研究了12本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的手稿后发现，玛雅人记录的这些曾经来过地球的众神，他们可能不是神。这个故事要从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诡异事件说起。1519年3月，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当时一队阿兹特克帝国的斥候正在岸边巡逻，突然他们看到动荡的黑色海面上缓缓出现10几艘黑色的巨大帆船，帆船上印着巨大的十字形图案。这时候这些阿兹特克人仿佛陷入了巨大的震惊，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无法走动。带头的斥候名叫皮诺托，当他缓过神之后，带着4位同伴划着独木舟登上了其中最大的一只帆船。当他们翻过栏杆看到西班牙人的那一刹那，他们5个人同时跪地，不断亲吻甲板，向天祈祷。书中写道，他们以为那正是他们一直在等待，至今仍在等待的神Quetzalcoatl羽蛇神的归来，如同这位神的历史所记载的一样。当时这些船上的西班牙人被这些阿兹特克人当成羽蛇神的后裔，都是神。其中的带头者就是西班牙征服者探险家 Hernán Cortés。 接下来2年之后，1521年8月，拥有2000万人的中美洲最强大帝国阿兹特克以20万兵力对战600名西班牙人，最终兵败城破，一夜倾覆。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西班牙人 Hernán Cortés 可以用几百兵力灭亡一个帝国？难道阿兹特克人真的以为他是玛雅预言中的羽蛇神归来，所以直接投降了？这个羽蛇神 Quetzalcoatl 他到底是谁？而玛雅预言又讲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传说中的16世纪佛罗伦萨手抄本。其中就记载，在 Hernán Cortés 带领西班牙人登陆中美洲的10年前，阿兹特克帝国天空中出现了无数诡异的景象，其中就包括一艘巨大的外星母舰，它不断地在它天空上盘旋，而且长达1年之久。非常巧合的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玛雅和古埃及的远古外星人，在突袭暗影传说中全都找得到。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游戏画面不但媲美3A 游戏大作，而且文化底蕴超级深厚，全球传说中的神秘角色在里面都完美复原。玩游戏就好像在玩一部神话史诗。什么？还有超级礼包赠送？哈哈哈！对，新玩家注册就可以免费赠送兽人史诗英雄 Zagala， 升到15级，再赠送史诗英雄塔格尔。新玩家注册48小时之内输入兑换码，还能从4位超强英雄中自选其一。老玩家也别错过哦，输入兑换码都可以免费领取超大礼包。加入突袭暗影传说，你就是全球3.8亿玩家超级社群的一员啦！为庆祝社群周，从4月10日至5月5日，只要打卡25天，就可以获得全新传奇英雄审判官阿托尔。他的超能力复兴使命可以复活你倒下的战友。最后的神秘大奖传奇遗物由我们玩家社群共同投票决定，每件都是改命级神器哦。现在游戏还支持后台自动升级，轻松升级，战力飙升。如何才能得到这么多大礼包？只要点击下方链接或扫描 QR Code 码，新玩家输入优惠码就可以领取传奇英雄和免费大礼包。快来下载突袭暗影传说，加入3.8亿玩家的史诗战场吧！大家只要免费下载、免费玩游戏，就可以支持到团长，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佛罗伦萨手抄本是一本什么样的神书。它是16世纪西班牙修士 Bernardino 花了45年才编撰完成的这一套关于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研究大百科全书，一共12本。这套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阿兹特克帝国里面的长老和大祭司亲自讲述的，就连里面的插图都是阿兹特克原住民艺术家画的。整本书还用西班牙语和阿兹特克纳瓦特语做双语对照，所以这是一本以阿兹特克帝国自己的视角记录了神话和历史。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旦讲到西方殖民者被美洲原住民当成神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站出来说啊，这是殖民者美化自己的侵略行径，故意神化自己。
为自己的殖民找借口啊，等等之类的。可能无知者是最自信的，这些人都没有看过佛罗伦萨手抄本，如果他们看了就会知道，阿兹特克人是自己讲的，他们从帝王到平民都深深地认为Hernan Cortes 就是预言中讲到的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归来的羽蛇神，而且在他登陆中美洲的10年前，阿兹特克都已经看到了极其诡异的事情。在佛罗伦萨手抄本12书第1章中，开头写道，在西班牙人来到这片土地的10年前，天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而可怕的东西。1509年的某天深夜，在阿兹特克天空中12宫的方向，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发光的金字塔，非常大，就在阿兹特克的都城天空上这么飘着。阿兹特克人形容这座金字塔是一条火蛇 ，a tongue of flame， 下面很宽，然后它一直的向上延伸到一个点，尖尖的，火蛇的顶部非常高，可以达到天空的正中央。这座金字塔很可能就是古外星人的母舰。书中记载，当这艘母舰出现在夜空时，整个黑夜都仿佛像白天一样。每天晚上从12宫开始，当它在午夜出现时，众人便会惊恐呼喊，每个人都怀疑这是某种巨大灾难的征兆。大家注意，这里强调每天晚上，因为这种现象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集体幻觉。这艘巨大的金字塔母舰是在阿兹特克帝国的上空整整漂浮了1年，还有其他的版本记载说它在天空中停留了4年，更长。这艘奇怪的母舰每天是从午夜时分出现，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就会消失不见，之后母舰又会在正午时分出现在烈日当空，这时候大家抬头一看，就会发现整个太阳就会被巨大的三角形遮盖，母舰和太阳重叠在一起，非常震撼。在这1年中，阿兹特克帝国每天晚上街上都是鬼哭狼嚎啊，非常凄惨，全国人民都在哭泣，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在远古的时候也发生过，而那个时候就是辉煌的玛雅帝国覆灭的时刻，而他们自己的阿兹特克帝国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和玛雅帝国一样灰飞烟灭。这就是预言中的命中注定。后来阿兹特克人还记载了更多的预兆，首先是墨西哥的海面，它经常会在没有任何风的情况下，平静的大海突然就会像沸腾的开水一样迅速上升，产生巨大的海啸，死伤无数，所以大家都非常害怕。第二就是他们发现在白天的时候经常会有3颗星星并排的一起飞行，这样唰的一下拖着彗星一样的巨大光芒一下子飞过去，从西向东飞，飞到阿兹特克上空的时候就会发生巨大的响声，轰轰的。然后在晚上的时候，阿兹特克整个帝国都会在深夜中听到一个女人在凄惨的诉说，哦，我的孩子们，我们即将迷失，我的孩子们啊，我们应该带你去哪里呢？一直不停的说，每个人晚上都睡不好觉。就这么过了1年多，每天晚上都和闹鬼一样。之后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个猎人，他在野外抓住了一只奇怪的鸟送到了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祖玛那里。蒙特祖玛这么一看，吓了一跳根据这个佛罗伦萨手抄本中记载，这只鸟是没有头的，把头取而代之的部分是一面镜子奇怪的镜子。当时蒙特祖玛看到这个鸟，就想过去看看这个镜子到底里面有什么。他靠近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镜子竟然显示出天上的星星。他这么一看这个星星怎么这么眼熟？然后他这一想，就恍然大悟，这些就是玛雅之神的星座卯宿星团。这些都是手抄本里写的，不是我瞎掰的。当时蒙特祖玛吓得浑身颤抖，连忙后退。在他冷静之后，第2次靠近镜子的时候，他看到星团的景象慢慢消失了，之后逐渐就出现了一些穿着盔甲的人，骑在巨大的怪物上向前进发。这些巨大的怪物就是马，美洲人没有见过。于是他赶紧喊祭司，祭司，快来给朕看一下，此乃何种预言？但是大祭司还没有来及的跑到皇宫的时候，这时候这只鸟就突然的一下飞走了，消失了。
所以从开头到现在，这整一套的预兆都非常的诡异。但是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这些事情好像是有一些内在的逻辑的，就是这巨大的母舰晚上来到阿兹特克之后，有可能它飞到了海里探索海底基地之类的，所以墨西哥的大海就会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出现沸腾，而且会产生巨大的海啸。之后天上飞出的那3颗并排的星星，可能是母舰派出的3艘侦察船。然后母舰又想和人类沟通，于是就派出了一个无人机上面有一个屏幕和镜子一样，可以放出视频。佛罗伦萨手抄本这就是写了一个科幻电影剧本。书中在后面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有怪物出现。阿兹特克人见过双头人这些人类可能是被外星人抓去做实验了，非常可怕。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西班牙登陆中美洲的10年前。10年后的那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玛雅预言讲了，神就会在那个时候降临，而且阿兹特克也会在那个时候毁灭。为什么一会儿玛雅一会儿阿兹特克的听得都乱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现代人类可能有一种共同的错觉，就是大家都认为辉煌的玛雅文明就是被西方殖民者还有天花、流感病毒等等给灭亡的。结果现在只剩下雨林中的断壁残垣的金字塔太惨了无限的唏嘘，西方殖民者太可恶了。我要说的是，这些可能都是你们的幻觉，因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玛雅文明其实早就已经灭亡了。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关系就好比现在的现代埃及和古埃及。现在的埃及人看不懂也说不出古埃及语，也无法解释埃及金字塔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做什么用的。而这些事情也都同样发生在玛雅、阿兹特克人和现在的墨西哥人身上。不过现在的墨西哥人比埃及人那是实在多了，因为很多考古学家和记者都去采访他们，问你们知道这个玛雅金字塔是怎么造的吗？他们统一的回答就是不知道，而且他们还说他们确定这不是墨西哥人的祖先造的非常实在。根据16世纪西班牙探险者的书信还有传教士的记录，在他们进入尤卡坦半岛的时候，他们发现在雨林中都是些破败不堪的石头建筑。他们看到的很多小型的金字塔也是被藤蔓和树根缠绕，感觉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而且阿兹特克人说的语言是纳瓦特语，不是古典的玛雅语。这2个语言是完全2种不同的语言，就好像华语跟阿拉伯语一样，说起来就是鸡同鸭讲，完全听不懂。玛雅人写的文字是一种方块文字，非常复杂，到现在只破解了一小部分。而阿兹特克人写的是比较简单的类似甲骨文的文字。16世纪的时候，传教士就已经完全掌握。所以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之间是有断层的，大家根本不知道玛雅文明、玛雅人是怎么突然消失的。最能证明这个观点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的 Teotihuacan 太阳金字塔。在墨西哥，当地人介绍 Teotihuacan 金字塔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金字塔不是被人类发现的，而是被 reveal 慢慢揭露出来的。这说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这个 Teotihuacan 金字塔，它不是考古学家走在墨西哥平原上，突然看到前面这有个金字塔我发现了金字塔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实际的情况是，考古学家首先是发现这墨西哥怎么有这么多对称的土山这么奇怪，然后他们仔细一看，往下一挖，发现里面有个金字塔。所有的金字塔都在深深的土层下面，之后一层一层挖出来的。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坐落的地方叫做 Teotihuacan。 在纳瓦特语的意思是众神之地，它是1905年才开始发掘的。在这之前，这里所有的金字塔都是一些大土包。大家看这些100多年前的照片，都是一片荒芜，只有金字塔的土山。之后考古学家慢慢挖掘，就发现里面有巨大的台阶。而且这里面有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太阳金字塔和埃及吉萨金字塔是一样的，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坟墓，而且它们地下都有充满巨大的隧道和洞穴。这就和我上集讲的金字塔地下秘密城一样，玛雅金字塔地下面也有非常大的地下城，但是墨西哥政府现在都不让挖。所以这就说明玛雅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样，
很可能都是神话中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的史前文明。另外还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就是提奥提瓦康金字塔群和它街道的分布在午夜时分是对齐卯宿星团的，也就是皇帝蒙特祖玛从无头鸟镜子中看到的景象。这些金字塔到底是谁造的，做什么用的不知道。但是根据阿兹特克手抄本记载，他们很可能和羽蛇神还有另外一种神有关，他们俩之间发生的战争，这个一会儿会讲到。我们先说一下羽蛇神。根据美国探险家爱德华·汤普森在1932年写的 People of the Serpent 蛇的民族，在中美洲有一群人叫做沙内，在他们的神话中记载，曾经有一支被称为蛇人的种族，从墨西哥的东方乘坐7艘巨船来到这里登陆。墨西哥的东方就是古埃及那边。这7艘巨船非常奇怪，船的外表好像蛇鳞一样闪闪发光，就像7条大蛇一样。当这些船停靠在墨西哥岸边的时候，上面就下来一些非常高大的人类，2到3米高，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眼睛是蓝色的，他嘴巴上还长着长长的胡须，他们还穿着奇怪的衣服，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帽子上一圈一圈的，上面还有蛇一样的徽章。他们的样子就是这幅图画里画的是一样的，高高的帽子，手里拿着权杖。注意，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十字的标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画像画的就是羽蛇神。羽蛇神名字叫 Quetzalcoatl， 是羽毛的意思， Coatl 就是蛇，加起来就是羽蛇神。羽蛇神是蛇民族的领袖，他们信仰的是一神教，反对用活人祭祀，还教给原住民科学还有农业，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种族。在神话中记载，羽蛇神在墨西哥的丑罗拉古城待了20年。这个就非常诡异了，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是哪一个？告诉大家，不是吉萨金字塔，也不是提奥提瓦康的太阳金字塔，答案就是乔鲁拉金字塔。这座金字塔就在羽蛇神待过的地方丑罗拉古城。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因为这个金字塔只挖了一个小角就不让再挖了。乔鲁拉金字塔比吉萨金字塔高146米，而且它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金字塔。但是在1884年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乔鲁拉这里是有金字塔的。当时大家一看就是一个大土堆上面风景还挺好的，于是西班牙殖民者在1594年就在上面盖了一座教堂。后来到了1884年，有个探险家发现这个土堆好像有点太完美了，有点不自然，于是他就在山脚下这么一挖，就发现很多金字塔的台阶。再往下挖，这个事情就非常诡异了。他们发现这个乔鲁拉金字塔下面一共有6层，全是金字塔，整个金字塔是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的。这6层之下还有没有地下城深深的地下城、大柱子或之类的就不知道了。墨西哥政府也不让继续往下挖。乔鲁拉这个字的意思是逃亡者的地方，这里就暗示羽蛇神放弃了辉煌的金字塔还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向东逃离的时候就是这个乔鲁拉，这里就是起点。为什么羽蛇神要逃离这里？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另外一个邪恶的神秘种族突然出现在中美洲，他们对墨西哥所有的生物进行大肆杀戮，就连强大的羽蛇神一族都无法与之抗衡。在神话中，他们被称为 Tezcatlipoca， 意思是 Smoking Black Mirror， 冒烟的黑镜。大家要体会一下这个阿兹特克原住民的命名规则，比如带屏幕的无人机，他们就说是无头镜鸟，所以这个冒烟黑镜很可能就是黑色光亮材质做的宇宙飞船，或者是一种宇宙宇航服，起飞的时候或者发射武器的时候会有烟出现，因此叫冒烟黑镜。在冒烟黑镜神出现之后，他们就和羽蛇神开始夺权，最后羽蛇神不得不败走乔鲁拉。在羽蛇神撤离的时候，羽蛇神用强大的力量把乔鲁拉一切全部咔嚓一下夷为平地。羽蛇神所有的秘密连同玛雅帝国一下就全都没了，是不是核弹就不知道了。这么大的力量可能就是为了毁灭黑镜一族。
这之后，羽蛇神就在墨西哥 Tabasco 这个地方坐船向东行驶。在开船前就有人问我的神，你要去哪里？羽蛇神就说我要去特拉潘兰，那是我来的地方。人类就问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神说我的父亲太阳神召唤我回去。人类就要继续的问，请您把你用金银创造的秘密，还有宝石、木材、羽毛做的秘密都留给我们吧。意思就是你把那些高科技iPhone、iPad 都留给我们吧。羽蛇神一听那想得美，就拒绝他们走了。坐上船，唰的一下就这么飞走了。这个特拉潘兰是不是大海对面的亚特兰蒂斯或者是埃及都不是。特拉潘兰的意思是红黑相间的地方，很可能是宇宙中会发红光的一个星云。宇宙神坐着宇宙飞船一下，咔一下直接飞回去了。这个不是尼克拉斯杨的猜想，在一本叫做 Chimo Popuka 的手抄本中，原住民描写羽蛇神坐上飞船起飞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羽蛇神从托兰踏上旅程，他燃烧了自己，变成一颗晨星，飞往特拉帕兰。阿兹特克人说羽蛇神这是 burn himself 自焚了，然后变成晨星，可能就是飞船一下飞到天空中飞到天空的尽头，变成了一个亮点。大家要理解原住民的原始语言。关于神秘种族黑镜这一集是讲不完了，但是我可以预告一下，他们就和电影《终极战士》中的掠夺者非常相似，黑色闪亮盔甲，雨林中的杀戮者。自从羽蛇神败走之后，他们就成为玛雅人的神。根据传教士的手稿，阿兹特克帝国在一个最大的节日中，一天就可以祭祀8万人非常惨。请大家帮忙，多多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帮助尼克拉斯杨的频道快成长。以后我每个月给大家多上几个影片，给大家详细讲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赫尔南寇泰斯为什么会被阿兹特克人当作羽蛇神。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巧合，但是这个巧合好像有点太低了，就好像连续中了10次6合彩。首先，赫尔南寇泰斯登陆中美洲的时候是1519年的3月，春天。1519年在玛雅日历中被称作 Sir Akato， 意思是 The One 那一位羽蛇神的年份。登陆的那天叫做 Chikunawi Akato 9风。这个日子在玛雅日历中52年只会发生一次。9风这一天也是记载羽蛇神诞生的日子，同样也是羽蛇神会造成巨大毁灭的日子。所以在这一天，阿兹特克人看到海边巨大的船的时候，就认为羽蛇神他回来了。西班牙的船帆上都会有十字的标志，当时阿兹特克人一看十字星，这不就是羽蛇神身上披的那个十字架吗？这就是羽蛇神的标志还有在预言中记载，羽蛇神有白色的皮肤和长长的胡子，这一点阿兹特克人是没有的。大家看美洲的原住民，他们全都是亚洲人的样子，他们是长不出大胡子的。所以当阿兹特克斥候登上舰船的时候，他们发现西班牙人战士都是白白的皮肤，而且他们还戴着尖尖的战盔和羽蛇神一样，这就是另外一个巧合。但是当他们看到赫尔南寇泰斯的时候，立刻两腿直接下软，咔嚓一下跪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 Cortez 留着羽蛇神的大胡子。还有更加巧合的是 Cortez 胸前挂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白色海螺，海螺中间是一个花纹，就是一个漩涡。这个漩涡的图案在玛雅和阿兹特克文化的神庙石壁上全都有，而且这个图案也是羽蛇神戴的风珠的样子，就是这个链子，羽蛇神的链子。接着当 Hernan Cortez 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阿兹特克人马上全部吓晕。之后他们就相信 Cortez 就是他们预言中的羽蛇神。为什么？因为羽蛇神在纳瓦特语中念作 Quetzalcoatl， Coatl 就是蛇的意思，而 Hernan Cortez 的 Cortez 在阿兹特克人那里听的就和 Coatl 一样， Cortez、Coatl 全都是蛇，所以阿兹特克人就立刻认定 Hernan Cortez 就是传说中的羽蛇神，他的到来就会给他们带来灭亡的灾难。当斥候把这个消息带到阿兹特克城的时候，
城中的妇女们都抱着孩子嚎哭，说我的孩子啊，你出生在一个糟糕的时代，你将会看到多么伟大的事情，你将会经历多么大的痛苦非常惨，满街嚎啕大哭。当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祖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拿出很多宝贝，还有各种珍奇的羽毛，对斥候说：听着，我听说我们的主人羽蛇神已经到来，你们赶快去接他，仔细听他到底说了什么。千万注意，你一定不要忘记他说的任何话。这些宝石和衣服都是我要送给他的，这些都是他应有的祭祀礼服。蒙特祖玛把一切羽蛇神曾经用过的这些礼服还有宝石珍珠全都给他送过去，他想让寇太子穿上去就跟羽蛇神一样。这时候寇太子派了几个使者去见一下蒙特祖玛，去探探路看看情况。蒙特祖玛这么一听羽蛇神神族将要莅临我们皇宫，快赶紧准备祭祀。这时候当西班牙使者进入皇宫的时候，侍卫就让他在旁边休息，然后一群大祭司抓着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全身上被涂成了白色，然后就把奴隶绑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大祭司干了一个什么事他就拿了一个石膏，这么咔一下，直接把奴隶的这个心脏咔就掏出来，然后这个放到了金字盘里。然后仆人就把这个盘子里的心脏递给了西班牙传令兵。西班牙人这么一看差点就直接的晕倒了，但是还是故作镇定，因为他们不能让阿兹特克人看出他们胆怯，一旦露了怯，这个阿兹特克人就会直接就把他们杀掉，因为他们是凡人不是神。后来蒙特祖玛派了很多仆人跟着西班牙使者，带了很多珠宝还有很多食物送给寇太子他们吃。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是什么食物？佛罗伦萨手抄本记载，这些食物都是撒满了人血的玉米饼，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腥臭之味。西班牙人看了之后都咔在旁边的这吐蒙特祖玛当时还在皇宫准备了其他的事情迎接他们的羽蛇神，他让祭司和首领准备好一切神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奴隶蒙特祖玛说，如果他们要求喝血，就带着这些奴隶在神的面前祭祀。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兹特克人认为神都是要喝血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讲太多可能会冒犯很多人，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小范围分享。后来蒙特祖玛见到寇太子之后，就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宣告寇太子就是阿兹特克帝国的神。我的主你已经历辛劳，你已承受疲惫，你终于降临尘世，你来到此地，统治你的墨西哥之城。你降临于你王席与王殿之上，那是我为你守望已久之处。你的执政者已然离去，那些不久前还为你守卫治理墨西哥之城的人们，我早已心怀忧苦。我凝望着你所来的未知之地，来自云雾之中，来自迷霭之间，而如今一切应验了。你已来到，你已经历辛劳，承受疲惫，愿你安宁，请安息，请巡视你的宫殿，安歇你的身躯，愿我们的主享得平安。至此，西班牙征服者赫尔南寇太子已然封神。这里有个点，就是蒙特祖玛说，你的执政者已然离去，那些不久之前还为你守卫的治理墨西哥之城的人们。他的意思就是在上个时代，可能是几万年前，这里本来的那些玛雅先民，羽蛇神的初代大祭司们，他们见到的金字塔这些蛇族之子们，他们早已离开。阿兹特克人也是这里的外来者，都是些过客。所以说玛雅文明、玛雅金字塔都是非常久远的史前文明，这个史前文明是真的存在的。这件事寇太子在1519年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也确认了，也是蒙特祖玛的演讲，写道，我们早已从祖先的记载中得知，无论是我还是这个土地上的居民，都不是来自于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而是来自遥远地方的外来者。我们一直坚信，那位首领的后裔终将归来，征服这片土地，并将我们纳为属民。因此，因为你所声称来自的地方，
也就是太阳升起之地。我们相信，也确信，你就是我们的天命之主。之后，寇太子给蒙特祖玛介绍了主耶稣耶稣死后3天复活的事迹。蒙特祖玛他们大受震惊，说我们承认你们的主耶稣的确是很强大的神，我们相信那位你们效忠的伟大的主也是羽蛇神的后裔，他也是墨西哥帝国7大民族的合法君王。因为根据我们留下来的传统，他曾离开这片土地，前往东方开疆拓土，并承诺他们的后代将会归来，重塑我们的法律，重整我们的政权。西班牙人视角讲的这整个故事，大家可以点右上方链接看一下，我以前讲过。总结一下，在殖民历史上，像 Hernán Cortés 中了10次6合彩之后被当成神，完成征服大业，最后衣锦还乡的人几乎是没有。很多殖民者，比如麦哲伦还有 James Cook 船长，他们都在被原住民当作神之后，又被原住民发现他们也会流血，也会死亡，而且非常贪婪，结果就被原住民直接都给杀了。另外，不管殖民者还是阿兹特克人，也许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地球的过客。地球上真正的原住民，那些建造金字塔的上古民族，传说中的羽蛇神之族，甚至是佛祖或者是耶稣基督，他们未来会不会和预言中说的一样，也会真的再一次回到地球呢？他们再次返回的时候，是一片祥和，还是会发生巨大的灾难呢？大家可以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好了，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支持尼可拉斯杨。想玩羽蛇神、蜥蜴人等等上古种族大战的朋友，也可以点信息栏的链接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下载，免费玩突袭暗影传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